原来只有父母攒下了足够的资本，孩子才有肆意选择人生的权利。每年他接广告的话，上千万肯定不是问题的。这个来自北京海淀区的小学生名叫小帅，年仅11岁就手握中科院计算所的1级程序员证书，实力碾压不少成年人。可这并没有让他在班里崭露头角，反而成绩稳稳排在倒数。只因他就读的是海淀重点小学人大附小，父母其实格外重视小帅的教育。为让他赢在起跑线，特意购置了这里最顶级的学区房。小帅的爸爸是一路保送的顶级学霸，妈妈李琦从名校毕业后远赴美国留学，回国后成了中国谷歌初创的核心成员。而在他们公司一直流传着一条特殊的鄙视链。我们公司的鄙视链是这样的：最牛的那些孩子是从来没有参加过高考的，都是国家集训队。所以像我这种去参加高考还没有加分，然后还都没有考到状元是吧？连班里的状元都不是是吧？啊，你就学渣。父母双学霸的基因加持，再加上顶级学区房的助力，并没有让小帅成为预想中的尖子生，反而成了地地道道的学渣。尽管文化课成绩平平，但他却有着远超同龄人的商业头脑，在学校里的小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有一次学校组织校外活动，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商机，提前买了满满一书包的零食和饮料，等同学们玩得又累又饿时，便趁机加价售卖。原价不3块钱买的吗？6块钱，有人买，关键是，然后就翻倍嘛，翻倍还多点。关键是那儿没有小卖部，然后我就把我这些东西都卖了，就赚600多块钱嘛。本该专心读书学习的年纪，孩子却满脑子想着赚钱，在他眼里这不见得是件好事，不由得对儿子的未来心生担忧。我觉得这么小就这么见利忘义的，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。和很多鸡娃的家长一样，李琦起初也十分的焦虑，给孩子报了大量的辅导班。可小帅的成绩非但没提升，反而越来越差。所以是给他试过的，试发，可能连前50%，他有的时候都 deliver 不了。眼看小帅即将面临小升初，对儿子仍抱有期待的李琦，打算让孩子试试早培考试。所谓早培，就是从10万名小学生里筛选1000名孩子入营，再从中选拔120人直接升入人大附中。但得知考试题目以后，妈妈又果断放弃了这个想法。一道题，是一道图论的题。我们同事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，没做出来。我们还有一同事也是清华的，也没做上来。所以我一想，我说我没让他去是对的，这个何必呢？对吧？就是你回来就是打击了你所有的自信。眼看这条升学道路走不通，有人建议让小帅出国读书，像李琦一样成为海归，将来也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。但妈妈却并不赞同。有着国内和国外双重读书经历的她心里清楚，外国的月亮并不一定更圆，中国的教育反而有着诸多优势。Project-based learning 就是这种项目制的学习，效率太低了。小帅虽然文化课成绩不算突出，但综合素质却十分出色。小年纪就熟练掌握了编程技术，还精通视频剪辑与制作。就连李琦的同事想要买电脑，都要找他帮忙参考。小帅，干这个我选一什么机啊？小帅马上特别认真的，你预算多少？尽管大部分时候觉得小帅的想法有些不切实际，但他还是格外欣赏儿子身上敢闯敢拼的劲头。深思熟虑之后，他决定不再给孩子施加过多的学习压力，有空便带着孩子周游世界各地。他们打卡爱因斯坦钱学森相关旧址，参观李大钊的故居。李琦教导他不能只是一味的想着赚钱，还应该有更远大的人生志向与格局。和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时代，你都得有比你自己想过得好一点更大的一个目标就不能纯是利己的。看到这里才真正明白，教育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，孩子这一生能走多远，能取得多大的成就，从来都离不开父母的眼界与格局，更离不开他们恰到好处的包容与引导。